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王。这一次来尝试使用华硕的机动战士高达定制版的路由器来进行 Mesh 组网，让我们工作室的无线网络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前段时间我们给摄影室更换了新的 WiFi 6无线路由器，让这一边的无线设备也可以达到1000兆的内网速度了。当然使用起来还是有一些不方便，因为办公和摄影不在同一个屋子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要走来走去。就会出现明明你已经走到另外一个路由器的范围了，手机还保留着之前那个的连接不会自己切换过来，信号还非常的弱速度很慢，非得打开手机的设置手动把 WiFi 调过来才行，就很烦。刚好上一次参加了阿苏斯的直播活动，搞到了2个高达定制版的路由器，和我原本就有的 A989X 凑齐了3台华硕的路由器正好就可以尝试一下 Mesh 组网，有线和无线的方式都会用到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Mesh 简单来说就是将多台无线路由器组合成一个整体，中间可以是有线连接，也可以是无线连接，还可以混用。Mesh 后的路由器会统一进行管理，可以引导设备连接信号更好的那个接入点，这样就可以避免之前的简单中继方案中移动或者说漫游的时候手机卡在信号很弱的路由器上的问题。对于面积比较大的场所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扩展 WiFi 信号的方法。虽然现在已经有了 Easy Mesh 之类的通用协议，但是大多数路由器还是用的自己家的那一套，所以想组 Mesh 基本上都需要使用相同品牌的路由器或者接入点才行。开始组网之前，先来介绍一下这一次会用到的路由器。作为中兴的主力路由器，还是之前的 AX89X 这一个已经做过开箱和上手的视频了，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而用作网络扩展的路由器是华硕 AX86U 和 AX82U 的机动战士高达深度定制版。第一款是 RT-AX82U 的元祖高达定制版，外观上它采用了高达系列动画的首部作品0079中主角阿姆罗雷的机体，联邦的白色恶魔 RX782上经典的红白蓝黄配色。因为 AX82U 本身外观的设计上就偏向电竞风配合起来意外的还挺搭的。反过来看底部的话，还有一点原作中腰部拆分出来的核心战机的感觉。白色的顶盖的左侧有着机动战士高达的正版授权 logo， 同时机体型号 RX782 地球联邦军标志等也一应俱全，就连屁股上的网线接口也是用了主题相关的颜色。接口配置上比较常规，一个万口，4个LAN口都是1000兆的，再加一个可以共享移动硬盘的 USB 3.2 Gen 1x1 其实也就是 USB 3.0。处理器是博通3核 1.5G 赫兹的 BCM6750， 支持 WiFi 6 5G 4x4 和 2.4G 2x2， 合计最大5400兆的网络带宽。而且这个路由器是支持链路聚合的，等一下我们会来测测看。顺带提，非高达定制的原版的 AX82U 活动价一般是999，1000元以内确实是可以买到支持链路聚合的路由器的真的不是我想多了。另外一台无线路由器就是原作中和主角相爱相杀的死对头 Shah Aznavour 专用的红色有角3倍速扎古2主题的 RT-AX86U。路由器的正面是大红的配色，是采用了夏亚专用扎古2躯干上的颜色。外壳上同样画有机体型号和所在阵营及翁的标志，而且顶部的3根天线中，正中间的那根打到侧面会发现画有红色的角莫名其妙的非常贴合主题。按照原作中的设定这个红色的角它就是对讲机通讯时用的天线。背后的接口比 AX82U 要丰富一些，除了5个千兆口以外，还多了一个 2.5Gbps 的高速接口， USB 3.2 Gen 1x1 Interface 也多了一个除了接移动硬盘以外，还能接个打印机。AX86U 的处理器是4核 1.8G 赫兹的博通4908，网络上支持 WiFi 6 5G 4x4 和 2.4G 3x3， 合计最大5700兆的网络带宽。所以元祖高达主题的 AX82U 在性能上会弱于扎古主题的 AX86U。一开始我觉得和剧情有些冲突，毕竟如果不是靠着 Lamborghini no Mobile Suits no Seno Toyala 菜鸟状态的里亚宝上来就挂掉了。直到后来我发现原来 AX82U 是支持 RGB 灯效的这个就说得通了，毕竟 RGB 对战斗性能的提升是巨大的，难怪在0079里面夏亚就没赢过。路由器介绍完，接下来就要进入网络配置的部分了首先要把路由器安装到相应的位置上。摄影室这里因为本身拉了有网线，所以将有线接口速率更高的 A986U 装到了这里。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A986U 目前还不支持使用 2.5G 接口用作 Mesh 连接所以还是接的1000兆万口，没能达到 WiFi 6最大带宽，有一点可惜这个问题我已经反映给华硕那边了，希望能早一点改进吧。另外一个路由器是放在我的房间，因为这个位置本身没有拉网线所以就使用了 AX82U， 顺便来测试一下无线 Mesh 的效果。
另外按照官网说明书上的说法，天线这样岔开才是信号最好的方式。接好路由器之后，来进行一下 Mesh 的配置。华硕家的 AI Mesh 设置起来还是挺简单的，电脑连接上用作节点的路由器之后，在网页端打开管理页面，初始状态一般是 192.168.50.1， 路由器背后一般有写，然后在高级设置里面选择我要将此台设备设置为 AI Mesh 节点，再按照提示下一步就 OK 了。然后再回到主力路由器的设置页面，网络地图的下方找到 AI Mesh 节点按钮，右上角点搜索，再点击搜索到的节点，选择连接，路由器就会自动进行配置了。经过一段时间等待之后，就会弹出无线连接失败，距离太远的弹窗。原来进行无线 AI Mesh 连接的时候，节点要先放到主力路由器的旁边，连好之后再拿到想扩展网络的位置上。这一回就非常顺利了，连好之后再拿回到我的房间就行。有线的 AI Mesh 连接也是差不多操作，搜索到相关节点，点击连接就 OK 了。而且这一个就没有距离限制了，网线通了就行。我这里也是非常顺利，一次就成功了。顺带提，如果不是作为 AI Mesh 节点，而作为常规路由器使用的话，这两款路由器的管理页面是有定制的。虽然在设置向导里面能正确识别出机器的外形，和非高达定制版是不同的。设置完成之后，有相应的动画效果和展示图片。进到后台管理页面之后，也会有相应主题元素不过大体还是保持了阿苏斯 WRT 的界面如果按钮之类的细节能再多定制一点就好了。另外，在手机的华硕路由器管理 App 中打开对应路由器时也会弹出主题动画效果。配置完成之后，在工作室中能搜到的路由器 SSID 只剩一个 5G 一个 2.4G 几个合并到一起了当然直接把路由器门都改成相同的名字也能做到这个效果所以还要来测试一下漫游，看一下在工作室里面移动的时候信号会不会自动切换，以及切换的流畅度。经过多次测试，我们发现漫游行为是由客户端决定的，也就是说不同手机的情况会不一样。像现在演示中使用的小米10 Pro 是支持 WiFi 6和 802.11K VR 的漫游切换的效果就还不错信号降到-65之后就会开始切换，耗时都在1秒以内，基本没有丢包的情况出现。同样支持 WiFi 6和 802.11K VR 的 iPhone SE 2切换行为也比较接近，绕了2圈也没有发生丢包的情况，而且不知道是 WiFi 膜和 iOS 版的问题，还是真的这么强，漫游切换时间居然是0毫秒。而只有 WiFi 5的荣耀 V30 Pro 切换起来就没有这么积极，基本上要等到信号低到-75 dB， 也就是非常弱的时候才会开始切换。同时基本上每一次切换都会发生丢包，调了一下路由器和手机的 WiFi 设置也没有什么变化。接下来我还测试了一下，一边在工作室里面兜圈一边玩游戏，在 iPhone SE 2上面漫游体验意外的强，在切换接入点的时候也只是延迟从40几毫秒提高到50多，整个过程完全感觉不到一丝卡顿莫非前面那个0秒切换接入点是真的？在工作室里面玩了一整局农药，转了5、6圈，只出现过一次460但是1秒不到就恢复正常了。而荣耀 V30 Pro 则是每次切换接入点都要卡一段时间体验比较糟糕。虽然 802.11K 协议会告诉客户端附近接入点的信号质量，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设备手上。不过起码在信号真的差的情况下，我测试过的几款手机都会自动切换，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吊死在一棵树上。只要不是一边散步一边打排位，实际用起来也没啥问题。除了漫游之外，我们也定了几个地点测试 Mesh 前后的 WiFi 速度差异。A 点是主路由器附近，所以跟之前差不多。C 点和 D 点连的是有线回传的 A86U，速度对比之前 A3 Pro 有一定的上升。不过距离路由器较远的 D 点速度可以说是接近，毕竟国家有限定无线的最大输出功率。而 B 点在通过无线连接的 A8U 附近，速度提升可以说不大，上行不知道为什么还降了点。看来单个 A889 在水泥墙不多的情况下，覆盖100方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华硕官方推荐的 AI Mesh 接入点放置间隔也是10到15米，空间较小的话确实必要性不大，以及有条件的话，我觉得还是尽量使用有线连接，速度要快不少。实际使用下来，配置好之后稳定性也还不错，跑了好几天也没有出什么毛病。如果设备出现意外断电等情况的话，只要重新开机就会自动重连。如果默认的连接方式中断了，路由器也会立马切换到别的方法进行连接。比如这里 A886 的网线被拔了，就会自己跳转到 5G WiFi 来连接主路由器。网线插回去之后，也会自动跳转回质量更好的连接方式，让人感觉还是挺可靠的。
但是偶尔也会出现让人困扰的情况，我们在测试过程中经常会对几个路由器做调整和重启什么的，有的时候 A-82U 就会出现识别误差，放着距离更近、信号更好的主力路由器 A-89X 不管，跑去连接距离更远、隔着几堵墙的 A-86U 导致速度非常的慢。我看了一下官方的 AI Mesh 的布置图，基本都是链状的连接方式，所以有可能是没反应过来我是星状的连接节点，自己去找另外一个节点做延续了。后来更新到支持 AI Mesh 2.0 的360测试版之后，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最新的 AI Mesh 2.0 版本还有着不少其他的改进。据说正式版386固件是10月下旬发布，也就是说很快就会上来，希望不会咕咕咕吧。以及果然还是有线连接会靠谱一点。最后，作为一个 NAS 重度用户，我还测试了一下这两个路由器的链路聚合功能，也就是两个千兆接口组合起来叠加速度。首先是 A-86U。链路聚合的配置也是挺简单的，先用2根网线，一头插在 A-86U 屁股上的 LAN 1和 LAN 2接口，另外一个插到我的文件服务器主板上的2个千兆接口，然后到 A-86U 管理页面的内部网络交换及控制页面里面打开链路聚合的开关。NAS 这头也要做相关设置，不同系统的操作方法不同。我这里演示我自用的 FreeNAS 上的，在网络接口页面中右上角添加一个新的连接，类型选 Link Aggregation， 也就是链路聚合的英文，协议选 Round Robin， 要这个模式才能叠加速度。最后把用到的接口都给勾上就可以了。群晖的可能会简单一点，我手上没有就不演示了。这个时候从 NAS 拖一个文件到本地是可以享受到2个千兆有线接口叠加的速度的，还是挺爽的。更新到386版本的 AI Mesh 2.0 之后，即使是 Mesh 节点状态的 A-86U 也是可以启用链路聚合，不过不能作为 Mesh 的回传。而 A-82U 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同样插线和设置的情况下，链路聚合之后只有70-80的速度，而且最神奇的是，拔掉其中一条网线之后，速度反而快了，恢复到1000兆带宽的满速，插回去之后速度又会降下来。虽然链路聚合的另外一个功能多一条线路做保险是实现了，但是速度不增反减还是不太爽，这个问题我也反映给华硕了，需要等待新固件修复。包括万口聚合我也测试了 ，A-82U 可以将2条输入宽带合并起来，当然前提是运营商支持。这里我还是连的 NAS， 已经显示出2Gbps 带宽了。FreeNAS 那边要选择 LACP 协议才能正确聚合，但是不管怎么设置，文件传输的情况还是刚才那样。看官方的介绍 ，A-82U 的链路聚合好像是和群晖测试的，所以可能是和 FreeNAS 不兼容。作为 FreeNAS 的重度用户，希望能早日修改一下吧。那么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下订阅，那就更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